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今年中的时候，万代突然一个宣布，说要推出 HG 的 GN Flag，所以想当然我也是当天下午就赶快去抢，还真的是被我给抢到了。这台真的等很久拖到现在2025年才出，17年嘞，真的扯。这台虽然才出厂大概5分钟吧，不过就是表现很破格啦，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的外形真的很帅，所以一定会对它留下印象。不过还是要帮 Cessna 平反一下，很多人会吹说这台很强啊，跟 Cessna 打成平手啊什么的。拜托，这是人家机体性能已经下降很多了，能打成平手 ，Cessna 已经很强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2025年才出的 GN Flag 表现如何。阿基美马秀，来看板件数量，总共10片，看似很多，但其中有2片板件非常小。基本上可以当做是只有6片板件啦，不算太多。另外，大家最好奇的肯定是有没有兼用旧模，完全不用担心。除了光束件特效，全部都是2025年的熹规板件。再来看到说明书跟不设贴纸，特别拿说明书出来讲的原因是，都2025年了 ，PV 限定的 HG 可以有封面照了吧？万代还是不硬啊。贴纸的部分很小一张，可以期待一下。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。好的，各位，这台 GN Flag 是组装完毕了。那整个组装过程就是超级快。那基本上我就是边看 LOL 的世界赛，然后边组这台，然后就咻咻咻，然后就组完了。就整台的结构就没有到说很复杂，一切都是在超级快中度过。来看外观，旗帜式的外形还原得很好，配色上使用深色以及黑色来提升视觉层次，黑白相间的设计也为第2季的最终机体须佐之男做了铺垫。基本上我组完之后看过去，还真会以为是须佐。相比起前一台葛拉汉的特装型，肩膀的造型变得更加流线，头部跟四肢也追加了部分机翼或是扰流板造型，可以理解是为了把性能逼到最大化啦。背后的喷射背包也改成了拟式太阳炉，基本上整台走的就是一个简洁风格。手掌方面配有成对的握持武器手型，以及右手的开掌造型，开掌造型相当特别。相比于常见的开掌，这台为了强调动态感，手指的开合幅度以及弯曲程度都更加的夸张，摆起实践动作更有那种你给我过来，我还不砍爆你的气势。武器配备包括旗帜式标配的线性步枪、2把等离子剑以及一把 GN 光束剑。前2种武器虽然在剧中没有使用，但万代还是有附上，很不错。等离子剑平时可以收纳在前臂的收纳槽中，很还原设定。GN 光束剑因为有护手，再加上长度比较长，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大把。光束剑的特效使用剧中的红色，并且附上电线来还原 GN 粒子传送带。线材的部分是采用扁线，连接方式是先将握把放入手中，再透过白色的连接零件插入剑柄尾端的孔洞，旋转之后形成锁扣，最后将扁线插入，那就完成了。平常不用时也可以插入左边的卡榫中收纳。这一部分万代异常的贴心，给了2组零件让你在把玩或收纳时可以替换。不过我个人觉得是没这必要就是的啦。此外，在太阳炉机械臂的地方，将圆盖造型移除后，就是连接展示架的洞了。接着看一下补色贴纸，分别在眼睛以及线性步枪的护盖两侧，
眼睛个人是觉得看你有没有想还原剧中一开始登场亮起来的样子啦。没有的话，其实这边的橘色有分出来。至于线性步枪，老实讲就是没在用。所以这边的贴纸虽然采用了大家讨厌的这种带有转角处的贴纸，但没在用的话，我个人是无视开到最大了啦。至于补色区域，我比对了官图还有 SD G 世代永恒的图片好一阵子，最终确定这台真的有达成完美分色的水准，给万代个掌声，这就叫诚意啊！最后是头交处 ，HG 当然跑不掉，大部分集中在下半身，分别是膝盖内侧、双腿外部翼状造型的内侧、脚掌以及太阳炉机械臂的内侧，这些区域其实都蛮小的，还算可以无视。聊完了外观，来看一下可动的部分。这台有些许的地方有做特化，在把玩上有时候会让人蛮惊艳的。先看头部，由于头部造型的关系，脖子周围是方形的，因此会造成不小的干涉。俯视还可以，上仰几乎没有，前后摆动也没有，侧摆正常，左右旋转则是会因为脖子形状的关系，会跟旁边的扰流板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涉。双眼的部分也很还原剧中，可以各自向外拉开，露出内部的眼睛。不过有点松啦，所以我个人是很少玩这边哦。躯干的弯腰跟后仰都非常夸张，都采用了2段可动设计。除了腰部的连接轴关节之外，肚子的圆珠造型也设有关节，后仰以及弯腰都可以达到接近破表的90度。更厉害的是，可以先后仰，然后再弯腰，在摆姿势上时可以呈现更加动态的表现。虽然这可能是原本旗帜式变形的机构，不过根据设定，GN Flag 是牺牲了变形机制来换取高性能的表现。接着是侧摆，是在上胸甲处的位置，表现正常。左右旋转，则是可以360度毫无干涉。接着看手部，外摆关节采用隐藏式设计，使用时要将整只手臂连同肩胛向外拉开，可动范围就会进一步的提升。肩胛前后的摆动幅度不小，向上掀起时会被躯干的扰流板卡住，最大角度就是60度，平举可以达到120度，超过一般水准了。根部旋转则是正常的表现，不过旁边的小机翼会跟躯干有所干涉。手肘弯曲，因为机设的关系，是采用圆轴关节，单段可动，角度大概是120度。手掌关节也做了特化设计，除了正常的旋转之外，手掌的尾端还有额外的圆轴关节，上下旋转的范围大概是120度，做图刺动作时表现绝佳。此外，圆轴关节上面还设有孔洞，可以将手掌整个向内扳折90度。腰部的部分由于没有前后裙甲的设计，可动上没有太多可以讲。不过在后方的部分有类似扰流板的造型，可以上下扳动约120度。脚部的连接采用球形关节，但特别的是，位置不是在我们熟悉的裆部两侧，而是在接近大腿根部的上方，自然根部旋转就是没有。此外，在组装时虽然会将腿部推到底，但是在把玩的过程中会容易一点一点的推出来，最后就松动脱落，结构上不是到100% 的稳定。前踢的表现会因为造型跟腰部产生干涉，角度只有60度。后踢因为少了后裙甲，角度可以来到夸张的120度。侧踢的表现接近100度。屈膝有2段可动，角度大概是120度。可动的同时可以看到内部油压管的结构，外侧的机翼也可以360度旋转。脚掌在连接处的球形关节有空间可以向下拉动，前后摆动表现不错。侧摆更是达到了接近90度的夸张角度，前端可以向下搬动约60度，后端则是2个独立可动的机翼造型，可以向下搬动90度。最后是太阳炉，在机械臂的部分可以左右旋转约180度，太阳炉的连接处也可以上下搬动，可以将左手臂的外摆关节拉开，将左手向后摆动之后，将太阳炉的卡榫连接到左肩的孔洞中，接着将机械臂的连接处向下滑动，并且向外拉开，最后摆回正位，就可以实现剧中初登场时太阳炉转换位置的登场画面啦。那以上就是这台 GN Flag 的开箱了。老实讲，我个人是很推荐的，就这台分色上几乎达到了完美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可动，就有些地方很让人惊艳，像是刚才就是手掌的部分，然后再来是腰部的弯折，这些都超过了以往我们认知的 HG 的水准。就如果你是 Double 粉，然后如果你有看到说下次 PB 有开有库存，赶快去抢一下，这台我是真的觉得很棒啊。但我是不知道现在炒价炒了多少啊，如果特地为了炒价去吃的话，好像是也不太划算啦。等下次 PB 再说吧。那如果说你有组过其他的旗帜式，
那或者说你有抢到的话，那欢迎留言跟我分享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